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军歌应唱大刀还，南跨海峡收台湾。太平待诏归来日，朕与将军解战袍。和平统一已经不存在了，朋友们啊！有网友呢给这个沈毅提问题，说沈毅啊，你还在幻想和平统一台湾吗？沈毅说，我从来就没有幻想过呀。目前呢，实际上呢，你看看中国大陆对于赖清德的这个定性，你就明白了，是赖清德其实是把两岸和平统一的路早就走死了。中国对这个赖清德的这种定性啊，是一步一步的盖棺论定的。大陆对于赖清德呢，从保留期待到耐心观望，再到彻底失望，已经走完了完整的过程。最早呢，国台办批赖清德用的词儿呢是台独言论不当，制造两岸对立。那个阶段呢，批评的是他的言论，不是他这个人。潜台词很清楚，还有余地，还有调整空间，和平对话的大门没关上。后来呢，定性第一次升级，称他为麻烦制造者、危机制造者，批评的对象从言论变成了行为。意思是说啊，你不光嘴上说，你还是在做事儿，你在主动挑事，在制造危机。即便到了这一步呢，大陆依然维持着两岸民间交流的基本框架，依然在等。而到了2026年，定性呢直接断崖式的终极跳级，变成了和平破坏者、战争煽动者、台海的乱源啊！这三重帽子一项比一项重，批评的对象从言论到行为，最终直接对准了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本身。这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大陆已经判定这个人、这个当局不存在改好的可能性，不存在对话的价值，不存在协商的空间。对赖清德所有的政治幻想彻底清零了啊，对吧？为什么失望的如此彻底呢？因为和平统一曾经有三大根基，赖清德上台以后呢，一根一根亲手全部刨断了。第一个根基，政治互信的体现，9·2共识，对吧？那么第二个根基，民间融合的纽带，两岸交流。第三个根基，和平稳定的底线，不引外力，不踩红线。这回呢，赖清德把这三大根基全都给刨断了。所以说，你想想，中国对和平统一台湾还有没有幻想呢？沈毅老师好，当初听了蔡正元对岛内台独的论述十分诧异，于是自己找台独进行了一次深入沟通，发现跟蔡博士讲的一样，而这个人的观点和之前柳杰克访谈的一个民众党的小草的观点如出一辙。这个人出身高雄深绿家庭，因为民进党的腐败转而支持民众党，民众党加上民进党再加上国民党亲美派，至少占台湾民众的80%。您还在幻想合统吗？我都已经在说北平模式了，你跟我说和平统一，对啊，我们来讨论一下和平统一嘛。和平统一无非就是什么？你跟我说和平统一的定义是啥？那有人说，在统一的过程中，绝对不能以任何形式使用武力。那你觉得我是这种人吗？你说我是这种人吗？那你说我在幻想合同，你说我在幻想啥？你咋知道我在幻想啥呢？我没有任何幻想，但是很明显，有些时候因为某些原因，我不能直接跳出来破口大骂，就这么简单嘛。那不很简单，因为我对吧？就是有些事情我不能跳出来直接在那儿做一些就是满足大家情绪，但实际上对这个事情本身并没有任何正面意义跟影响的，对吧？然后第三个，你说我觉得如何如何重要吗？不重要啊，重要的是大陆在干嘛呀？各位，你觉得大陆在干嘛？大陆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他说你还在幻想和平统一，这个和平统一应该是他认为这个幻想指的是在统一过程中不直接或者说不以任何形式使用任何武力，是的，对不对？那我告诉你，我们前两天的节目，那从来不是啊，从来不是。你看这两天正当时不是也被人催了吗？是的，正当时说，甚至有人在后台，我看正当时说了句，有人在后台怀疑正当时的成分。他最近写的那几个标题都，我就想说他写的这几个标题肯定
评论区有人哎，我知道，就立刻就有人说你是不是啊？就当说啊，怀疑我成分，这个要笑死了。但是各位，这个事情不是这样做的呀。这个事情你看大陆在什么准备？首先第一，我们在推动各种各样的形式，最大限度的鼓励两岸的交往，并且希望这种现在很明显，这个两岸交往是希望能够把相关的认知能够带到岛内去，对吧？能够促进这种认知上的这样一种改变，这是第一。第二，没错呀，是的呀。知道呀，就是你看能力在建设了，如果能力不在建设的话，像你说的那种幻想型的合同，这个制胜至于这样了，一上来大渡河连向海抢滩训练，对吧啦？然后陆军最后结尾的那个整体统合的是什么？2栖登陆作战开始。如果这大家都还解读成不是针对台岛的话，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了。对吧？然后你看这个登陆的时候，生怕你看不懂。哎呀，那个红色沙滩几乎都是上面的每一样装备都是1:1复刻的，连那个碉堡都那么的古色古香，而且特地选的是什么？这个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们经常在东山那条线上，东山岛那条线上去做那个。为什么东山？哎，各位，两岸当中这个。老蒋运输大队长时期最后一次对大陆的大规模袭扰，好像就是平潭东山那条线吧，就是那个地方呀。这个登陆演练的场景和寓意，还有任何的幻想空间吗？没有幻想空间，我觉得这个大家不用担心啊，这个大家真的不用担心。但是刚才如果多少有一点玩笑的话，有一些话我觉得还是要认真点讲的。站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大陆有责任有义务用一种代价最小的方式去实现彻底的统一，这点在任何层面上都是没有错的。这点在任何层面上都是没有错的。从大陆的角度上来说，我们非常真诚的设身处地的为台湾岛内民众思考的一件问题是，我不希望到最后统一的时候，这个2300万人当中有多少个 percent 的那些人，他跟大陆是有死仇的，对吧？我们希望能够避免这种局面的出现，我们希望避免，你不能说这个东西是错误的。当然，站在大陆的角度，你看湖畔看局就差一点说了这个，因为那个很危险，不能问你是哪种中国人，但很明显台独不是中国人嘛，就被中国人打的肯定不是中国人嘛。如果你承认是中国人，我怎么会打你呢？所谓我怎么会打你？是你承认了中国人，你怎么会做？所谓你承认是中国人，不是你口头上说你是中国人啊，是。这是不一样。你是不是承认你自己是中国人？最大的判定标准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同属一个中华民族，支持一个中国，支持中国统一啊！你能做到这层，我打你干嘛？最近不是看那个报纸上不是有谁在那儿弄是中评会还是什么，说要关于这个统一的问题啊，那个党拿出个章程来吗？不是有人在提那个事情了吗？在中评会上面，那检验的时间到了呀，那你这个成色怎么样？对吧啦？那你说那个对于大陆这边的决策者来说，我当然关注的是什么？我当然关注的是统一。那我现在看看你在统一问题上你怎么表态？这点考验都经受不起的，那你这点事情都做不到的话，那你跟我在这边跟我谈，你谈什么谈？有什么好谈的？这个事情嘛，大家懂的都懂呀。各位你看到了吧啦？这个那个台海时刻上面那个就是那个正当时发的那个台湾研究会那个会长，他不是最近又发了一堆文章，那一堆文章当中关于国民党和民进党的那些文章，就他发不可能的，这个半年1年之前都无法想象的事儿，不是现在不是一篇篇分，在台海时刻，这个是管台湾事务相关部门直属的宣传口径上面出来的东西，代表什么？就这个观点和态度在发生改变嘛。大陆这边对统一问题永远只有一个态度，实事求是，知道吧？
没什么好幻想的。至于有些东西一时半会儿没改过来，原因很简单，那叫什么？那叫历史的惯性呀。这事儿我做了20年、30年，你要我咔嚓一下，一夜之间转过来，既不现实也无可能，对不对？但是慢慢改嘛，而且台湾岛内你可以用你自己的行动跟这种东西进行互动嘛，就这么回事。好。有人又该说了，不对啊，不是还有郑丽文吗？你认为郑丽文最近的表现啊，来美国丢人，然后回到台湾731这个日子给日本捐巨款，你觉得他比赖清德好哪儿去啊？沈毅老师也放弃了幻想。沈毅老师说，我从来没有幻想啊，对吧？但换一个角度看，和平统一的幻想彻底破灭，所有的伪装都被撕得干干净净，台独的真面目暴露在所有人面前，局面反而更清晰了。幻想越少，决心就越坚定，根基越空，重建的时刻就越近了。赖清德他在掏空和平统一的根基，实际上呢，他在加速统一的到来，这一天越来越近了。各位点个订阅，下期再聊。